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窜访洪都拉斯，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本来筹划能借此机会与同时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正式会面，但却只尴尬地寒暄了20秒。即便如此，民进党当局也炒作称是所谓外事突破。对此，外交部和国台办都予以严厉驳斥。在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提及，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表示，他在洪都拉斯与台湾的对等官员赖清德交谈。哈里斯表示，他们谈及了双方在中美洲的共同利益，并不涉及中国大陆。对此，赵立坚义正言辞指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什么副总统？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多次发表台独言论，并顽固坚持台独纲领。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肃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而对于赖清德在洪都拉斯期间主动与哈里斯的互动寒暄，民进党当局炒作这是所谓的外事突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五应询表示，我们敦促美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玩火。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把充当美国反华恶华棋子当成所谓外事突破，站在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任何人、任何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必将依法受到严惩。据台媒报道，哈里斯周四当天抵达洪都拉斯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现场后，赖清德主动与他攀谈，两人聊了20-30秒，而落座后直到活动结束，两人都没有再次互动。这个贺锦丽跟赖清德的见面，因为时间那么短，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认为他们有去交谈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贺锦丽跟赖清德的见面就比较属于一般外交场合的礼仪，就是我们见个面，然后站着聊了一下子这样子。如果说是美方很重视贺锦丽要跟赖清德见面这件事情的话，那他们很可能会在僻室而谈。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周五表示，即便在蔡英文当局已经这么挺美国，所有该买的军购都买了，所有不顾人民健康要吃的莱猪都宣布可以进口了，都做到这么卑微，但在这样的公开场合，竟然只有短短20秒的寒暄。分析指出，赖清德此次窜访最看重的其实是与美方的互动。在出发前，民进党当局就处心积虑，妄图促成赖清德与哈里斯在洪都拉斯会面，但白宫资深官员却回应，并没有相关计划。而在过境美国洛杉矶期间，赖清德也直接被安排进入旅馆，并被要求只能以视频方式与美国部分人士进行所谓会谈。据悉，赖清德的回程将于周6在美国旧金山停留1晚。从之前在洛杉矶时仅仅与10余名不具官方色彩的国会议员进行视频会谈来看，这趟回程估计也会非常低调简单。所以美国是一切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啦。所以台湾今天对美国只是个筹码，就是个棋子，那以前呢，我不能对你好，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中国大陆好。那现在我可以对你好一点，因为我现在跟中国大陆闹翻，我希望你帮忙我来一起围堵中国大陆。那这个情形会不会改变？当然会啊。所以赖清德的这一趟走出去，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那种现实也看到其他的一些小国的这种灵活还有手段。洪都拉斯方面的安排也让赖清德这位民进党当局的2号人物颇为尴尬。赖清德原本预定在就职典礼前一天，先跟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进行双边会谈，并捐赠防疫物资。然而，此项安排却一度遭到洪方临时取消，后来又突然通知会面。但是最终，两人竟然是站着谈了7分钟，显得很不正式。有台媒分析指，赖清德此行的遭遇，一方面凸显了台当局在所谓美台互动中的一厢情愿，另一方面也凸显蔡当局内部的嫌隙。
此次洪都拉斯原本邀请的是蔡英文出席典礼，但蔡英文却指派赖清德代为前往。表面看起来，蔡英文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赖清德，是巩固了他所谓接班人的地位。然而，赖清德此行实际上危机四伏。洪都拉斯新总统卡斯特罗去年在选举期间曾表示，若胜选将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这让台当局大为震惊。因此，赖清德此次窜访洪都拉斯，重要任务之一是稳固台湾地区与洪都拉斯的关系。如果赖清德访洪后，洪都拉斯仍决意与台湾断绝官方关系，则对赖清德相当不利。日后在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必定成为被对手攻击的画饼。由此可见，蔡英文此次将看起来可以大出风头的任务交给赖清德，到底是一种提携，还是挖了一个坑，颇耐人寻味。日前，立陶宛外长被曝建议更改所谓台湾代表处的中文名称，以缓解与中国大陆的紧张关系。虽然随后他否认了相关传言，但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周四在公开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强调是代表处的名字起得不好，敦促修正名称，以消除立中冲突的关键因素。中国外交部周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就再次告诫立陶宛，如果真心想要缓和中立紧张关系，就应拿出诚意，玩弄文字游戏不可能蒙混过关。台当局在立陶宛机构的现行英文名称中使用了 Taiwanese， 即台湾人，但该机构中文名则使用了台湾，即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周四，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就敦促该机构改名，指其在立陶宛语、英语和汉语中听起来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引发完全没必要产生的问题和紧张关系。瑙塞达认为，台湾代表处的中文名称正是立中发生冲突的关键因素。他还再次声称，立陶宛政府当初做决定时没有事先协调，也没有充分评估中方可能会有的反应。这并非瑙塞达第一次就名称问题表态。本月初，瑙塞达就批评本国政府允许以台湾名义开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他本人没有就此事得到充分协调。路透社周二援引立陶宛2名知情官员的话披露称，上周立陶宛外长兰兹贝尔吉斯就向总统瑙塞达建议，将代表处名称改为台湾人民，而不是仅用台湾，以缓解和北京的紧张关系。不过，兰兹贝尔吉斯本人周三就对记者矢口否认，声称没有这样的打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立总统瑙塞达周四再提应该改名，但瑙塞达的首席外交顾问斯卡伊斯杰利特却在日前接受立陶宛当地广播电台采访时称，立陶宛需审慎评估在如此短时间内改名的后果，并表示在立陶宛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后，不该再犯新错。官方目前不主张变更名称。观察指，有关改名不只是总统与外长意见相左，就连总统与他的智囊内部都说辞不一。立陶宛在对华政策上俨然已经陷入混乱。周五，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指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陶宛涉台问题的实质，立陶宛对其中的症结所在心知肚明。如果立陶宛真心想要缓和中立紧张关系，就应该拿出诚意，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上来。玩弄文字游戏不可能蒙混过关。自去年立陶宛批准以台湾为名在其首都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国外交部多次阐明相关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立陶宛此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文字游戏这个说法传递的信息也非常的明确，那就是立陶宛总统认为代表处的中文名称是双方起冲突的关键因素，这个说法中方并不认同。简单的更名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也毫无诚意。实质上，他没有领会到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不可能通过走擦边球或者靠侥幸心理来度过这个问题。我想这个侥幸心理被彻底打破之后，他会认真的看待或认真审视这个问题。瑙塞达周四接受采访时还声称，要在欧盟方面做出努力，防止中国对立陶宛施加压力。实际上，此前瑙塞达就要求外长兰兹贝尔吉斯提交一份缓和对华关系方案。随后，兰兹贝尔吉斯所提方案的重点却是对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上诉。欧盟方面当天声称，中国对欧盟成员国之一的立陶宛进行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并就此事提出在世界贸易组织展开争端解决程序。
不过，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同日就表示，从欧盟方面，我们正努力寻找外交的能和睦解决争端的方法。针对欧盟方面指称中国是在胁迫立陶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就强调，中立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中立之间的问题是立方背信弃义、损害中国利益导致的问题，不是中国向立陶宛施加压力的问题。中立之间的问题是中立双边问题，不是中欧之间的问题。欧盟内部实际上对立陶宛这种绑架中欧关系的行为非常恼火，尤其是企业界已经非常不满意了。政界不方便表态，但是企业界已经用脚投票了。这个规则它很清楚，上诉到 WTO 能不能赢是一个问题。另外，它是漫长的诉讼程序，所以我觉得核心问题，欧盟还是在做一个表态或者做一个姿态，表明它的团结或者守规矩。实际上，立陶宛敢于挑衅一中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屡屡犯错，完全是仰仗美国在背后撑腰打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9月在华盛顿亲自会见立陶宛外长，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又与立陶宛总理和北约9国外长通话，一再表态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周五发文指，立陶宛高估了自身，低估了对手的意志。经济受累的立陶宛撑不住的背后，是美国不想撑或需要转移注意力，而美国要如何让事态收场，世界都在观望。美国现在其实也陷入了两难，如果打立陶宛牌最终失败了，他以后再动员其他小国来打台湾牌，动员其他的欧洲国家打台湾牌，这些小国可能就不会再行动了。他要衡量这种损失。随着中立关系的日益紧张，美国在想他能不能出更多的牌来支撑立陶宛，立陶宛会不会完全在听从他？美国现在也是内外交困的一个情况。